你是我们公司需要的人才，下个月来上班吧。真的？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，你去做义工的地方，最近听说有出现色魔。你这是干嘛？打扮成这个样子上来？我要去抓色魔。今晚是天大喜月，你会法力全失的。没事的，我会在月食前回来的。悟空，你回来了！悟空，悟空，悟空！入镜，悟空，悟空！怎么样，抓到色魔了吗？土地公，我几乎可以确定妖精是孙悟空。你看到他胎记了？还来不及看。要确定悟空的身份，只有一个方法。我知道了。真的有胎记，他真的是悟空。悟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啊，不是吧？惨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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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大事不妙了！指尖穿梭千年的指尖，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的旧痕失联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忏悔。虚名凋谢无言，却为爱无法缱绻。命运玩弄这一切，爱恨中周旋。别避开前世缘，别避开前世缘，此缘一定绵绵无限。战无不胜，只是头衔中摆在红颜，注定需要为爱冒险。别闭着那双眼，别闭着那双眼，请别拒绝熟悉的脸。轮换转过了多少回，只求的谅解，灰飞烟灭也情愿。你看，家东的老铁树开花，植物园更厉害，枯了的树也开花。难道是岁末要到了？小月，你没事吧？土地公，我找到他了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我花了1000年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好，别哭了，你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我们先坐下来再说话。哎，找到就找到了，犯不着那么激动。搞到昨天晚上全国都开花了。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住。你知道你的法力所剩无几，你还消耗这样多元气，后果有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想早点化成灰吧？当时就没想那么多，我太兴奋了。你心花怒放也搞到心花怒放了。你就别说了，你再唠叨，我头更晕。晕了，贫血不行，我要订购RB13最纯净的雪山泉水，帮你补一补。不知道悟空怎么样了？悟空，等等，哎，你高兴归高兴，千万别跟他这样啊！我是不会主动的，
不过如果他主动的话，也不行。你什么时候管起我的私事来了？你别忘了，这几百年是谁把你养大的？我不是想管你，我是要提醒你，你忘了过去几次，每当你对悟空，下场是怎么样的？你们的吻可是死亡之吻啊！找到了！我找到悟空了！真的？刚才在茅子里面看到了他的胎记，肯定是他。真的太好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跟我来。又香又甜的白馒头。哎，客官，来2个馒头。看，在那儿。哎，老板，这个馒头怎么卖？3文钱一个。好。馒头是不是现做的呀？悟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那给我来2个吧。悟空，我是彩月啊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什么如何是好啊？你轻薄了我的女儿，你要负责，要不然我报官去了。别！你们让我怎么负责啊？明天这个时候，狮子楼叫你父母来见面，我们谈婚论嫁。啊！土地公，你快一点！知道了，别忘记你是求人家原谅的。我知道，我好期待啊！不要！啊！快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悟空！想起了吗？你的死亡之吻会让悟空无缘无故死去，这次不能够再死了，不然你也会死的。可是如果不热情一点的话，他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前世情人啊？你可以用你的千年智慧，不过千万记住，一定要忍住啊！土地公，你确定里面的是孙悟空？我假扮采访，确定看他屁股有胎记了。你要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啊！我真的不想再投胎转世了。我会的。去吧，啊！娘子，悟空，你是谁？我娘子呢？我是你的小花啊！我不认识这小花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娘子很凶的，你不要再捉弄我了，姑娘。我不是普通的姑娘，我是你的小花彩月啊！我不认识。我是你的前世情人，前世我们有一些误会，不过我是……好啊你，还没有洞房你就搞3搞4，娘子冤枉啊！我要杀了你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！我是花仙子，他是我的前世情人。我不是什么前世情人，我跟他有些误会，我是想跟他……得了你！你说你是花仙子，我就信啊！悟空，你真的是我的前世情人？不是。我今天是来跟你说对不起的。你不要靠近我。上次我没有害死唐僧师傅，不是我，而且八戒是我。悟空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贱人，把我相公害死了！悟空，你这个你醒醒！悟空，飞燕灭也情缘，飞燕灭也情缘。悟空，你为什么不能跟土地公一样？每次转世，都能想起前尘往事。你怎么把我给忘了？
你可知道这1000年，我总是记挂着你。悟空，我还是出去好了，我怕控制不了。糟糕，你们觉得哪里不舒服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出去了。唐心，你刚刚干什么？你不明白的，刚才我们接了吻，我怕你有生命危险。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过你可以离开了。不行，我必须留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不用，我的朋友会照顾我，你真的可以走了。我一定要留在你身边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。那么，谢谢昨晚你救我，我明天一定会再来看你。不用了，我一定会。你真的不用担心啦。小心啊。不收。啊，谢谢，他终于走了。想要结束，何必开始？记不记得电视剧，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上一排字幕，本剧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所以呢？刚才发生的事情纯属虚构，纯属巧合。巧合吗？多次的巧遇，我也无可奈何。虚构呢？你是医生，不应该像编剧那样有太多丰富的想象力。其实单身男女真的不用解释太多的。唐心，你都还没告诉我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严重吗？比起我的伤，我更在乎你的感受。好啦，你对他没什么，我相信。怎么了？现在不着急了，屁股就真的疼了。我去找护士，看有没有止痛药。不是说悟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吗？那你又何必担心呢？土地公，悟空有心上人了。是吗？而且是个很漂亮、很大方、很知性、很让我自卑的一个女人。那只是胡子，这次长得那么帅，有个条件好的女朋友也很应该啦。你说什么？他一直都很帅。你这个花痴啊！人家已经很难过了，你还说什么应不应该？你要知道，你是要求悟空原谅你，然后回到1000年前，不是要跟他续前缘。就算他结婚生子，你也不能够吃醋难过的。我不要，我就是要难过，我就是要吃醋，因为悟空他生生世世只能爱我一个人。这是我300年的忘忧酒，很烈的。哎呀，难怪你听不进人话。其实我们已经什么了？我不告诉你。难道死亡之吻已经发生了？哎呀，完了！哎，都给你喝光了。彩月啊，这是1000年最后的机会，悟空是绝对不能够死的。你
放心，我不会让悟空死的。如果悟空死了，你也就会死；你死了，我也死了。悟空他不会死的，那就是没有死亡之吻了。其实，土地公，土地公，悟空。很痛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受伤了？快叫救护车！痛了，很痛啊！救命啊！喂，你刚刚酒醒，别拿菜刀，小心弄伤了自己啊！你喝的比我还要多呢。让我来。哎，悟空是因为我而受伤的，我要亲自炖汤给他补一补。你也应该补啊！我却没有受伤。恶补你的广告知识啊！你今天正式上班啊？我以前有帮过衙门跟客栈做过宣传活动，应该没问题的。时代不同了，小姐，现在搞文创也要靠科技的。PowerPoint 你懂不懂？Photoshop 你行不行？土地公，你怎么懂那么多东西啊？因为我不懂得法术，所以呢，我就要努力的进修。这1000年来啊，每当我一投胎，我就记得我上一世学过什么，所以我就越来越博学多才，简称博才。是啊，菠菜，不如我帮你缩小，把你带去上班。我不管，你自己读。不用读啦，我打算辞职。你都还没上班就要辞职啊？我要贴身保护悟空。死亡之吻真的发生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那绝对是意外。完了，悟空啊，你这次一定要好运啊，别因为死亡之吻死于非命啊！我绝对不会让悟空有事的。早啊，护士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房间里面的病人？不在吗？不在。我刚刚才帮他量了血压，是不是上厕所？哦，谢谢。早安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送鸡汤。我不要。来，我扶你。小心，小心。这是我亲手炖的。那我更不要。我知道你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我放在这里，等会儿喝。这是什么？我的早餐、午餐跟晚餐。你带早餐、午餐跟晚餐过来干嘛？我要陪你啊。那我真的不用你陪，请你离开吧。老实跟你说，最近你印堂发黑，你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会有生命危险？不过有我在，你很安全的，不会有危险。
你从哪里得知我会有生命危险啊？总之，说来话长。那请你长话短说。昨天，你和我那个以后，请你说话不要那么暧昧，那只是很单纯的嘴跟嘴的接触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懂吗？你以前不是那么随便的。总而言之，没有感情的碰触就不算是亲嘴。既然你都这么想了，我只能接受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以前只要我和你那个嘴唇碰嘴唇之后，你就会意外的死去。你是说我们以前有亲过嘴？嗯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就前几世的事情了。还前几世的事情？真的，有一次在宋朝，我亲了你一下，就莫名其妙被人从狮子楼丢下去，然后就死了。宋朝，莫名其妙被人从狮子楼丢下去。我是不是叫西门庆？你叫潘金莲？你老公是卖烧饼的三寸丁武大郎？卖烧饼的是我爹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当我没有看过《水浒传》？你不要编这些借口来纠缠我了，请你离开。我真的没有编故事。对，你没编，你抄袭。你知道我最不屑的行为是什么吗？就是抄袭。总之，我会24小时待在这里保护你。彩月，你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班吗？我会辞职。辞职？你当我们公司是游乐场，想进来就进来，想离开就离开啊？我去上班，谁来保护你啊？也好，辞职吧。抄袭、翘班、没责任感，你不适合这份工作。好，我去上班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鼓励我辞职，就是希望你以后在公司不会再见到我，我不会上当的。拜拜。詹森超，带你去照 X 光。护士小姐，你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，知道吗？只是去照 X 光，很安全的。对，很安全的。姚静，你一定要小心，知道吗？护士小姐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要安全，要小心。对了，到了公司，别跟任何人说我们的关系。可是我们很多关系不能说哪一个。只有邻居关系，没有别的了。护士小姐，可以走了。小花，主人，你在这里帮我看着悟空，一有什么事立刻向我汇报。Yes, madam。我可以安心去做工了。早安，花彩月。欢迎花彩月送你的礼物，谢谢。彩月，送给你的专属保温杯，欢迎来到我们 B 组。谢谢你，组长。什么组长？叫帅哥。帅哥组长。你这个猪头，里面装的是豆花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非常对不起。范世玉在骂人。他怎么会来上班啊？为什么说对不起？你骂我一定有理由。刚才的广告词，再说一遍。时间都去哪了？是你想的吗？是歌词。我的原则是什么？不抄袭。跟了我这么久，竟然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连对不起都千篇一律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非常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能不能请你想一点有创意的广告台词呢？我会努力的。废话少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战神的出气包。他从进来的第一天就被战神骂了，骂了2年呢。他每天讲对不起，加起来肯定超过1万句。叫他跟着我，他偏不要，偏要去拜那个战神，傻的。所以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加入我的 B 组是很幸福的呢？你放心，该自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哥一定会罩着你的，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谢谢你，帅哥组长。现在非常时期，悟空少一个讨厌他的人，就多一份安全。嗨，嗨，你是新来的同事哦？是，我是花彩月。我姓包，我叫包平安。哦，你姓包，难怪他们说你是出气包。你也听说了，他们都开玩笑的啦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听到战神在骂你。不过我相信他对你凶，他是针对事，不是针对你。彩月，你是第一个这么对我说的人哎。他们每个人啊都同情我，常常被 boss 骂，他们都误会了 ，boss 他不是骂我，是教我。对，爱之深责之切。可是啊，我觉得我根本就是 A 组的负担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？A 组只有我们2个负责创意。可惜我笨，没有创意，全部的压力啊都 boss 一个人来扛。他一向来就喜欢独挑大梁，单打独斗。彩月，你很懂我 boss 哦。一听名字战神，就知道他是有担当的男人。就是喽。你知道吗？他所有的广告点子啊，都是他废寝忘食、呕心沥血想出来的。他的成功啊，都是用命拼来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人虽然躺在医院啊，还是挂念着工作。刚刚一边吃药一边督促我开会，1分钟都不偷懒。平安，我看得出来你很崇拜你的 boss。他有才华，有责任心，是我的偶像。跟你说个秘密，我也很崇拜你的 boss。真的哦。我的菊花茶好了。我跟你说哦，每次 boss 只要一发火，我就会泡菊花茶给他喝，他马上气就消了一半。包平安，人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上厕所。你到底要上几次厕所？我上1次而已。对不起，菊花茶喝多了。吃药喽。好。咖啡时间到。耶！我们不是刚吃完午饭，现在又喝咖啡哦。彩月，灵感就好像真命天子一样，不是你要他来，他就会来，而是当你不舍忘他的时候，他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在你面前。喝我的咖啡吧，虽然没有你甜。我刚才说到哪了？他的一生在眼前，好像走马灯闪过。没有创意，不要。你该休息了。好。包平安，干嘛呢？继续。哦。
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。晚上吃饭唱 K 我请客。可是我们什么都还没想到，这只鸟不算吗？这样也算。万事起头难，这么厉害的 idea 我们都想得到，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应该。那顺便欢迎新同事你的加入。对不起，今天我没空。不给面子是吗？才月你不去，今晚就泡汤啦。就是啊。去嘛，我，好吧，好吧。我是定位泰国餐，好不好 ？Go， 来你看。Go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临时有事，只剩下我们两个，快点坐吧。今天晚上跟你女朋友去看7点场的电影啊？我没女朋友哎。喏，我会自动消失。乖。有异性没人性啊。对呀。说得好。彩月，这些是我叫这里的主厨精心为你准备的，慢慢享用吧。谢谢 boss。跟你说过了，叫我哥或者帅哥。可是 A 组的人都叫战神 boss。他以为他自己是神，我平易近人，只想做你哥。OK。好吧，帅哥。这样才对嘛。彩月，你知道吗？曾经，我只想做一个像风一样的男人。觉得热的女人，我给她凉意；觉得冷的女人，我给她温暖；觉得闷的女人，我给她花相似。你还挺忙的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社会责任。我想让每一位女人都非常的开心，但是，我只是一阵风，绝对不会为她们停留。如果风也能停留的话，那岂不是风流？你果然是了解我，不过我一点也不风流。但是，帅哥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可以不要那么多但是吗？但是之后的话非常的重要，你要认真的听。我这个像风一样的男人，遇见了像月亮一样完美的你以后，决定停下脚步。我像月亮一样完美，月亮有阴晴圆缺，一点都不完美。各花入各眼，你入我的眼，心眼。你欢迎新同事的方式还挺特别的。来吃，请你吃，吃多一点，好吃，好吃好吃。跟九尾狐是一伙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杨振宇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噩梦。什么噩梦？我先起来。我梦到有2个女人，一个武功特别高强，几乎要把我打死；另外一个长得很像彩月，她不停对着我哭，还求我原谅她。我好像还戳瞎了自己的双眼。彩月是那天那个女孩。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吗？当然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思念他？梦是一种潜意识，一定是他不断的在你脑海里出现，所以就变成了梦。我真的没有想他，不过他很喜欢胡言乱语，老是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，还说什么前世我跟他是情人。总之，他很喜欢胡言乱语就是了。而他的胡言乱语已经进你脑海里啦。那是因为他的故事还真的挺特别的。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，他是在追求你？
而且还用心良苦编出了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。不会吧？不过他爸爸有说，他从失恋之后精神就有点问题，而刚好我跟他前男友又长得特别像，所以他才对我那么迷恋吧。看得出来。应该只是把我当成是替身了。那也未必，你那么优秀。其实我听不通的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谦虚啊？在女王面前，三军统帅也必须下跪。你答应我，不要把他的故事放在心上，好吗？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静心修养。哎，要不要喝鸡汤？流了那么多血，应该补一补的。你也帮我炖了鸡汤？难道有人为你炖鸡汤？那是普通鸡汤，你送的是心灵鸡汤，当然喝你的。我的是网上订的，应该送来了，我下去拿。帅哥，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彩月，太阳公公还没有下山呢，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月亮一定会很漂亮的，不如我们一起去赏月吧。我习惯早睡，晚安。这么早啊？对啊，我先拿走了。嘿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主人，你快来！对不起，我突然有急事，我先拿走了。这么急，不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哥，你好帅。我也可以像春风一样的温热。你可以陪我跳一支舞吗？哥最厉害的就是跳舞啊。幸好没事。悟空，这是我等了1000年的眼神，为什么被你那样看着的人不是我呢？主人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替你不值，决定离家出走。胡闹！他们两个刚才手拉手了。我不想听。还有，你干嘛乱传讯息给我，说出大事了？你的心上人要被小三抢了，还不算大事。他不是小三。哦，那难道你才是小三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刚才是怎么出来的，你就怎么回去，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，知道吗？好吧。土地公，冷气机的遥控器在哪里？我现在很热，心很闷，我快要爆炸了。彩月，你要与时并进，现在操控冷气机，手机也可以。OK 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想了一整天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他肯喝他买的鸡汤，却不肯喝我煮的鸡汤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喜欢他，不喜欢你。不要再刺激我了。为什么他不相信我说的过往？为什么会有一本书叫《水浒传》？为什么他把我和悟空的故事写在里面，还让他以为是我抄袭的？《水浒传》，你没听说过吗？
这还说自己是菠菜，连你也不知道。我主修的是工商管理，帮你赚钱，哪里有时间去读这些故事书？《水浒传》是说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把我和宋朝悟空的故事写在里面，还把我的名字改成潘金莲，有够难听的。有没有写到我？有啊，你是我老公，叫三寸丁武大郎。三寸丁，造假诽谤，一定是当时住在我们隔壁那个姓施的穷秀才，他乱编故事，明明知道我们是父女，还亏我每天请他吃烧饼。不管了，总之悟空不相信我说的故事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唉，你这朵痴情花，当你发花痴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护好悟空的安全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医院保护他。办理出院手续，请在这里签字。警官，我想上洗手间。主人，昨晚唐兴在这里待到很迟才离开呢。嘘，悟空真过分，把你的鸡汤给了护士，却把唐兴买来的鸡汤喝光光了。你再说，那你去泡茶。我说什么了？早安。对了，这条早餐你放心，不是我做的，我买的，放在这里，记得吃哦。吃完了要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好好休息哦，多多休息，多喝水，拜拜。今天怎么那么失去？照妖镜。弹指间穿梭千年，弹指间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，带着痕失联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忏悔。应虚名凋谢无言，却为爱无法缱绻。命运玩弄这一切，爱恨中周旋。别避开前世缘，别避开前世缘，此缘一定绵绵无限。山无不胜，只是头衔中摆在红颜，注定需要为爱冒险。别闭着那双眼，别闭着那双眼，请别拒绝熟悉的脸。轮换穿过了多少回，只求的了解。